看起来很冷静，其实情绪早已满格。在办公室里，有个人平常话不多，总是看起来很冷静，不参与八卦，不发脾气，不抱怨。你以为他是最稳的那个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在会议上摔笔，拍桌子，激动大喊：我受够了！全场静默3秒钟，然后谁都不敢动。你满脑子问号，这人不是最不会情绪化的吗？怎么突然像火山一样爆发？答案很简单，他从来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早就情绪满格，只是没让你看到。生活实例1，冷静表面下其实已经内伤。可心是一位国高中老师，每天面对调皮捣蛋、作业永远不交的学生，他总是以温和的语气回应：没关系，下次记得交哦。老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他是同事眼中最温柔、有耐性的老师，也是学生最不怕惹怒的那一个。直到有一天，早上第1节课，他脸色一如往常地走进教室，没说一句话，只淡淡地扫视全班一圈，接着突然说：我请假3天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接着他转身走人，留下满脸错愕的学生和助教。那3天，他关掉手机，封锁群组，连家人都联络不上。后来他才坦诚，这几个月他几乎每天失眠，晚上躺在床上，一闭上眼就是学生推脱作业的借口与校长的绩效压力。他自己以为撑得住，直到身体与情绪同时抗议。他从来不是不生气、不挫折、不受伤，而是太会不表现出来。你以为冷静是稳定，其实可能是情绪压抑。在华人文化中，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控制情绪是美德，太激动、太情绪化会被视为不成熟、不稳重。但这种冷静如果是靠压抑与忽视换来的，那么它就不是稳定，而是压力锅模式。就像高压锅看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但里面蒸汽正咕噜咕噜累积，一旦超出负荷，压力阀一开，就是爆裂性崩溃。很多人其实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太会收，太会忍，太会用笑容与沉默掩饰内心的疲惫与不满。生活实例2，永远的好好先生其实已经快窒息了。逸轩是一位公司行政主管，个性随和，主管交代什么他都说好，同事临时请假他代班也说没问题。下班时间老板打来，他照接不误。他是人人夸奖的好人代表，连打扫阿姨都说他人好到不行。但某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他突然在车上爆哭，停在便利商店前发呆1个小时。回到家后，看着餐桌上的泡面，一口也吃不下，因为他开始觉得，我是不是活着只是为了满足别人？这个一直以来最冷静、配合、稳定的好人，其实早就累到心里发霉。他不是没情绪，是太习惯把情绪藏起来，藏到自己都忘记那是痛。冷静不是不痛，而是学会了不让你知道我痛。许多表面冷静的人，其实是情绪经历过太多波折后的防御模式。这些人可能有一个共通特征，曾经因为表达情绪而被嘲笑、忽略或惩罚，曾经觉得情绪会让人讨厌我、不接受我，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健康地表达情绪，所以他们学会把情绪压进心底，学会说没关系，我没事，我很好。他们以为这样能保护自己，却没发现
情绪是会堆积的。你越是冷静不动，越容易在某一刻像水坝溃堤一样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情绪不是敌人，而是提醒。很多人误解了成熟，以为成熟就是不动声色，滴水不漏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情绪成熟，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知道自己的情绪，并理解它为何而来。当你感到烦躁、疲惫、委屈，不是你抗压性差，而是你的心正在对你发出讯号。嘿，我累了，我需要被重视，我需要空间呼吸。这些情绪不是来添乱的，而是要告诉你，你也值得被照顾。情绪满格前的6个微征兆，你认得出来吗？有些人不觉得自己有情绪问题，是因为他们习惯用理性压住一切，但事实上，身体与行为常常早一步出卖了你。1. 莫名的疲倦感，即使睡饱也觉得累。2. 容易健忘，注意力不集中。3. 对熟悉的事失去热情，提不起劲。4. 过度追剧、暴食或暴买。5. 对细小琐事异常愤怒或悲伤。6. 在安全的地方突然崩溃，如车上、厕所、深夜。这些看似日常的小毛病，往往是情绪满格的前兆。结语，你的冷静其实是心在喊救命。我们都想做情绪稳定的大人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但如果你的稳定是靠关掉自己的感受来换的，那不是平静，是麻木。不是你太脆弱，而是你太努力撑住了所有该倾诉的重量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是让自己看起来毫无波澜，而是敢承认，我也有情绪，我也会痛，而我值得被理解。下次当你听见心里那句我没事，不妨问问自己，真的吗？因为看起来冷静的你，可能早已情绪满格，只是还没有人看见。